天是2022年的4月30日，上海疫情封控整整1个月了，但同时爱潘达也成立了4年了。由于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这2年爱潘达的线下活动有了一些减少，但每一次我们都非常努力地去组织真正的线下活动，因为人和人之间的近距离关系、平等的分享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来爱潘达的活动，你会发现爱潘达的活动有2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一个是大家都畅所欲言的表达，第2个就是笑。除了笑之外呢，我们在成立 iPanda 的时候，一开始还制定了一些原则吧。就是首先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组织，也就是说每一次的活动的主题具体做什么都是由大家共同商议来决定的。每一次的组织者也是轮换的，就是大家谁有能力或者说谁有这方面的资源，那大家就可以商量推举他作为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我想对于我个人来说，关于领导力，应该是一种服务吧。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在 iPanda 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是希望可以用自己的技能，比如说我会摄影，我会录像，那么每次我在活动的时候就会帮大家拍点照片录点音那么其他人有其他的能力，那就帮大家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大家互帮互助，这也是我们在 iPanda 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另外呢，就是我们每一次的活动都是 AA 制的，就是大家共同来筹款，共同来分享，共同来一起举办每一次的活动。在我看来， iPanda 与其他的组织和他们的工作方式非常不同的一点在于反向选择这个事情。iPanda 是作为被选择的角色，不同的艺术家、不同的创作者以及每场不同的活动前来的观众，其实是由他们来选择进入 iPanda 这个平台的，进入到具体某一场活动现场里头的。就 leadership 这个角度， iPanda 除了有一些自己要强调的原则外，比如坚持非盈利，比如远离市场、远离权力和商业环境，比如关注当代剧场和当代表演，以及重在分享、孵化、讨论等这些并非是创作终点，而是创作过程中的各个阶段的环节。那么除了这些原则以外，在 iPanda 组织举办活动的艺术家和创作者，包括由他们选择其他的合作者以及当天前来的观众们也不需要提前预定或者报名，他们都是主动选择 iPanda 这个平台的。那么 iPanda 本身也不对参与者进行筛选，在这里所发生的各类活动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机缘巧合构成的，我们并没有明确的主导意识和控制意识。在这样的关系里， iPanda 的发起人的作用很多时候就不再是 leader， 而是 servicer。 我们更多的是给各类参与者提供服务，促成他们想要做到的分享，促成他们演出的呈现，促成活动当天大家的美好有收获的相遇，并且借此彼此相遇的机会去催生创造下一次相遇的主题。那被选择和从 leader 转化为 servicer 是 iPanda 特别有开放性的一点。它重要的是不在于塑造我们自己的平台，而是在主流戏剧权力化和商业化的当下的环境里边，怎么搭建起一个相对更为单纯的交流平台。谢谢。第一个问题我先来问吧，请听题：老妖精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A. 剧团， B. 节庆活动策划团队， C. 新型文旅公司， D. 跨学科艺术小组。 E. 艺术下乡， F. 一群一起生活创作的人， G. 以上都不是， H. 以上全部都是。请作答，1分钟开始。就是这里前面的 A 到 F 的选项可以说都是老妖精在不同阶段或者不同项目上面的所做哈，就是我们有在乡村里面组织村民搞大型乡村节庆，搞了好多年还拿了非遗，也有就是跟一些文旅公司合作，好像做的是一些旅游产品。当然我们也有在美术馆或者剧场里面做，但如果是我选的话，我会选 F， 就是 A 和 F
之间吧，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基础的基础。好的，那么下一个问题来了，下一个问题，老妖精有几个人？怎么说呢？我们一般是说我们的核心成员有6个人，对吧？但是其实我们平时在做作品或者在做事情的时候，有很多一起创作的艺术家或者创作者，你很难去定义谁是老妖精，谁不是老妖精了，已经这个边界很模糊。但是呢，可能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就是核心的成员还是得干活。就是比如说我们每周的例会啊，就是总不能叫就是一起玩的那些其他人一起来聊这个我的这个网站怎么做吧？对，就是我觉得 leader 就是我们刚刚讨论说 leadership 和 credit 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像就至少在中国也是这样的嘛，就是你谁有权利，其实大家就会就是谁掌权，大家就会说这个事情是他做的，就像一个大的公司里面就是挂名号最后都是挂老板的名字，但是我们没有挂任何人的名字，或者我们的名字其实是放在下面，我们放了一个虚头巴脑的老妖精在最上面，可能这就是我们对 leadership 的一种态度吧，我觉得。下一个问题是一个我自己其实也很困惑的问题，就是老妖精里谁说了算 ？A. Selina B. 翠喜就是我 C. 伊娃另外一个成员 D. 冉腾另外一个成员 E. 其他，因为还有很多人。好，请作答。这个问题让我来回答不合适吧，毕竟我是刚刚经历的这个，就是因为我跟翠西是最早发起的，就是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有一种迷之自信，就是老妖精里虽然不能说我说了算吧，但是我一直在做 facilitator， 就是这个写作者的人在推动事情，有一天发现事情就失控了，然后我们有一次开会的时候，大家就说啊，Selina，你其实是想要权利，对不对？那你在这里反正是拿不到的，要不你考虑别的地方吧。但是其实现在我们的状态是，大家都可以说了算，那反而是每个人要自己去行动起来、参与起来，或者去发起一些东西。对，就是在我们这儿，其实说了算等于承担多大责任。下一个问题，然后写作更接近于以下哪种？ A. 民主投票制 B. 君主专制 C. 乾隆的后宫 A.K.A. 请参考《甄嬛传》B. 无政府主义逆购制 Co-op F. 联合国安理会（括弧一票否决权 G. 无产阶级联盟 H. 资本主义逻辑有钱说了算 I. 以上都不是。天哪，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们有投票过吗？好像很少，而且投票我们发现非常的不合理，而且不有效。我不知道哎，很难回答。我觉得我们在 E、F 和 G 之间。E、F 和 G 之间，就是共治、安理会和无产阶级联盟之间是吗？首先我们接近无产，所以我们是无产阶级联盟。然后 F 就是因为没有人说得了算，但是大家都可以说我不同意。然后共治也是，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就是分工，不是说一个人管其他人，而是说我们每个人负责一块嘛。下一个问题我可以问了吧？老妖精的财政状况是怎么样的？就是还怎么说 AKA 就是我们的钱是怎么来的，我们钱是怎么分的，有什么模式？那有4个选项。A. 卖艺，就是通过卖艺的手段拿钱，就是卖门票什么的。B. 众筹啊 C. 违约或者接受妖演。D. 就是拿到钱之后就大分红。就是这4种都有，其实它可能是阶段性的，就是我们在初期其实选择了就是无产阶级的方式，就是卖艺，就是我们自己去卖票，然后就是卖回来的钱就是cover 了制作费以后就大家平分嘛。然后 B、C、D 我们在每个阶段都有，就是 C 是比较发展比较好，就会有人来违约你，就是有一些不管是商业还是艺术机构，然后 D 就是税要付的钱嘛，就是有些项目如果它开始进入这种运作，可以每个月分红，比如说有些项目变成一个旅游项目，它可以分红了，那就变成对，但是也没有太成功，就是还有最后一种是我们把分红放进了我们的基金会，就是很坚持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刚刚也在跟翠西说，就是我们不管拿多少钱，大家都是平分的。就是有的时候一个项目上有些人做的多一点少一点，但基本上大家都是平分，而且我觉得就虽然钱少，但我觉得这点对大家挺重要的，它像是一种象征。包括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也很少会说先在作品开始之前就定好你的位置，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就是编剧，然后你可能就是剧构或者演员，然后你可能相对的酬劳就会有不同。但是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什么来着？怎么样？容易共同贫穷，不容易共同富裕。可能也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发家，对吧 ？OK，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老妖精的作品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与我们的结构有关系吗？哎呀，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啦，已经严重超时啦。这个问题说起来要说好久，不如来我们的现场看我们演出吧。我觉得每一个社群都存在这么一个或者一些发现者，
他们能在某个时间段去看到群体中的一些渴求或者闪光点，然后自发的将大家召集起来，付诸一些行动，然后去完成一些事情。当然也会有不谋而合的团体，相互连接起来的这些团体，会因为吸引力会逐渐扩大。我身边有一些 LGBTQ 的群体，他们会一起去建立这个社群，然后通过一些派对、艺术等方式，创造者社群文化和他们的社交网络。有人发起就会有人响应，类似于一期一会的方式，让大家的连接越来越紧密，甚至有时候会覆盖到生活与工作。这些 leader 呢，也就是说的发现者或者是集结者，我们可以称它为灵魂人物。这些是关于少数群体层面的例子。而从另外一个更大众的角度去看 human relationship 的话，我会举例目前上海疫情封控阶段的社区团购文化，它重新将我们的邻里关系紧密了起来。平常可能只注重个人生活的人，会变成了团长去采购物资，而团长也会因为不同的社区的需求出现自然的更替。也会出现一些例外，就是说一些大型的小区开始形成系统化的团购管理流程，像一个公司一样。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但这两个例子会让我去思考 leader 是在怎么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去产生的。leader 可能或许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流动的，但 leader 又怎么在流动当中去让这个社群更健康的去发展呢？Human relationship 离不开我们生活所在的地方形成的文化。尽管现在是互联网世界，我们可以与全世界的朋友去联系，但在某一些时候，可能我的邻居楼上或者楼下随时都有可能让我们的生活的关系发生变化。我很好奇，不知道在其他的语言里，英文的 leadership 这个词怎么翻译？翻译完了以后，会不会和原本的英文词有一些细微的意义上的差别？因为在中文里 leadership 其实是翻译成领导力，因为 leader 对应的翻译是领导，而领导在中文里是一个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味、高高在上的词，它天生就和官僚和权力有一点纠缠不清。如果领导力或者 leadership 在和个人联系在一起，那在中国就更有点让人担心，这是不是一定就是一件好事？而领导在中文里面有一个反义词，是群众。群众这个词是2个字组成的，字面的意思分别就是 group 和 many people， 也就是聚集成群体的许多人。我认为我自己就是群众，我认为我们这群 iPanda 的伙伴们都是群众。我们不是领导，不想变成领导，也不用去听什么领导的意思。这是让人高兴的，非常自由的事情。我们不是一个人，因为我们是一群人。我们没有领导，没有权力，也没有结构，因为群众是没有实体的。我们只是聚集在一起，通过人和人之间自然的链接，自愿自发的一起做一些想做的事情而已。如果说领导者是用语言和想法去影响其他的人，就好像好莱坞电影里面特别喜欢用的那种慷慨激昂的演讲去赢得别人，那我们更想通过一起做事情把人和人连接在一起，不用说太多， just do it。